布林肯访华能否改善中美关系？多项议题引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延绍。在中美两强并立的全球战略格局下，为了避免双方关系从竞争滑向对抗，通过沟通建立护栏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中美领导人于巴厘岛进行高峰会谈之后，两国在经贸领域保持了定期沟通。而2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被外界看成是稳定双边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可以说是举世瞩目。不过，如果看一下同一时期中美在各个领域的争端，那么布林肯此行虽然比较重要，但是结果很可能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双方之间具体的麻烦包括：第一，中美当前正在世贸组织打官司，中国指责美国实施单边霸凌，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产业供应链。第二，美国刚刚与荷兰和日本就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协议，证明美国拉拢盟友，发动对华芯片战争又进了一步。第三，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正在策划率领中国特别委员会窜访台湾，这可能会导致中美关系颠覆性的破坏，引发台海军事危机。第四，美国多位情报界和军界高层人士仍然在炒作解放军将于2024至2027年发起武统，关于中美可能开战的声浪日益高涨。所以布林肯的访华行程以美国强化对华战略打压是同步推进的。但是我们还不能说这次访问没有任何意义，毕竟中美关系非常复杂，有竞争有对抗，但在多个领域也需要加强沟通和合作。布林肯来了不一定能全面改善中美关系，但是一定想让中国处理美国的关切问题。当然，中国也有自己关注的重点。最终，双方可能又会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况。据美国媒体报道，布林肯此访的目标有几个：一是让中国取消因佩洛西窜台事件而实施的8项反制措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中国取消了目前实施的反制措施，那就等于在鼓励麦卡锡窜访台湾地区，更会鼓励其他西方国家议员的窜访行径，这显然与中国的利益不相符。二是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白宫期望中国进一步远离俄罗斯，美国把击败俄罗斯列为最终目标，目前正在推动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使之能够长期与俄军作战。而中国则希望推动俄乌和平解决矛盾，保持中立的立场不会改变。双方只有在反对使用核武器等几个方面有共识。当然，中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这个态度也不需要美国人操心。第三，美国关切中国核武库的发展，希望中国加入核裁军谈判。为了避免中国成为与美俄相当的核大国，布林肯肯定要推动中国加入核裁军谈判。中国的态度很明确，不谈，除非美国把自己的核武器数量削减到与中国一样。因此，这个结果不大可能会改变。第四，推动双边对话，让中美在包括军事、经济、科技、贸易的各个层面保持沟通，尤其是在军事领域。这方面，中美也有分歧，因为美军在中国家门口搞的挑衅事件是制造紧张局势的根源，让两国一线官兵的生命安全处于危险境地。中美恢复军事层面的定期沟通看起来很好，但是美军仍在中国周边不断挑衅，缺乏诚意。此次这件事就很难谈得拢。另外，中国正在推动与北约关系的正常化，需要进一步区分对待北约和美军。中国也不大可能改变这个大战略。第五，美方会提出释放被关押的美国公民。中国是法治国家，美国人想在人权问题上施压，完全是异想天开。总体来看，在中美全面博弈的大背景下，布林肯能到中国访问，表明中美高层都希望管控双边的关系。所以，不管最终会有什么样的共识和矛盾，只要两国保持互动，那么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中国不会把美国想得太好，但也会在谈判中把握好度，通过与美国有理有利有节的打交道，
塑造对中国崛起更有利的战略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